黄帝内经》中说，世界万物孤阳不生，独阴不长。阴阳之道，乃天地之常理，知道术数的人才能做到养生长寿。而阴阳之间的术数具体来说，可以包括以下几点。对立，就是说两家性质相反，是死对头，如天为阳，地为阴，白天为阳，黑夜为阴等。任何事物都是对立存在宇宙间的，但是事物的阴阳属性不是绝对的，而是相对的，必须根据互相比较的条件而定。就人体而言，体表为阳，内脏为阴；就内脏而言，六腑属阳，五脏为阴。由此可见，事物的阴阳属性是相对的。制约，就是说由于两方对立，就可以牵制约束对方。就像草原上的兔子，如果没有狼来制约，那么兔子无限繁殖下去，迟早要把草原给吃光的。而没有兔子，狼也就不能活下来。阴阳双方是在永恒的运动变化着，不可能是双方的力量每时每刻都完全对等，会不断出现阴消阳长与阳消阴长的现象，这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。例如四季气候变化，从冬至春至夏，由寒逐渐变热，是一个阴消阳长的过程。平衡，是说以上的这种你消我长，在全过程来看，总体上是力量平衡的。比如白天是光明的成分多而黑暗的成分少的时候，到晚上则是黑暗的成分多而光明的成分少的时候，光明和黑暗就是在这样一种你消我长的过程中，但总体来看，二者的力量是基本相当的，也就是说是平衡的。中医认为阳根于阴，阴根于阳，这就像老子说的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，在黑的夜也有星光，太阳当空也会有阴影一样，阴阳是互根的，没有阴也就谈不上有阳。如果单独的有阴无阳，或者有阳无阴，则一切都归于静止寂灭了。由于阴阳互根，在条件转变时，事物总体的阴阳属性就可以互相转化。素问所谓重阴必阳，重阳必阴，寒极生热，热极生寒，正如夏天炎热到了极点，就会开始凉爽，向秋天过渡。冬天39严寒之后，春天就将来到。可见阴阳互根与转化，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阴阳的消长平衡。通过上面的论述，我们可以知道阴阳有和谐的一面，也有冲突的一面。正是由于阴阳的这种相互制约和相互消长，才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和变化，并维持着事物发展的动态平衡。只有如此，生物才有生长化收藏和生长壮老矣的发展过程。天地有阴阳之分，人体有阴阳之分，疾病同样有阴阳之分。阴性疾病和阳性疾病的发病原因不同，症状不同，防治也应该有所不同。阴性疾病一般发病慢，治疗也比较慢，需要经过长期的调理才能痊愈。这种病主要由寒气引起，而寒气主要是从腰腿以下侵入人体，人在受到寒气侵袭时，就会肢体蜷缩，手脚僵硬，身躯不畅。根据阴性疾病的起因，其预防应着眼于保暖人体的下半部，尤其是脚部做起，所以说人老从脚而始。从现在医学来看，天冷时，人的胃肠消化功能就会比较脆弱，同样食物在低温环境下也会比较容易变凉，因此一些原来就患有肠胃疾病的人，症状会变得多发而更加严重。即使是以前没有肠胃疾病的人，这个时候也很容易免疫力低下，胃痛发作，或者腰部受凉，导致腰肌劳损、腰椎间盘突出症等。所以预防阴性疾病，首先要注意保暖，坚持每天用热水泡脚，然后用手指搓揉脚跟、脚掌、脚趾和脚背，非常容易。手脚冰凉的人或者关节炎患者，还可以在睡觉时将脚垫高，以改善血液循环。阳性疾病与阴性疾病恰恰相反，阳性疾病往往属于急性病，发病快，治愈也比较快。这种病主要由热气引起，而热气多是通过人体上半部侵入人体的，表现为肢体肿胀、活动迟缓、筋骨不适等症状。
所以夏天的时候应该注意给头部降温，保持头部的清醒。特别是高温天气运动劳作后，头部血管扩张，一定不要用冷水冲洗，否则可能会引发颅内血管功能异常，出现头晕、呕吐等症状，严重的话还可能导致颅内大出血。所以应该以热制热，及时用热毛巾擦汗，促进皮肤透气。中医认为，人体就像自然界，无论体内阴气过盛还是阳气过盛，都会导致疾病，所以要想健康，阴阳调和就非常重要。所以应该把人体的阴阳调和作为一个重要的养生法则，坚持合理的生活习惯，调摄精神、饮食、起居、运动等各个方面，这样才能够强身健体，预防百病。如果我们的身体内部阴阳调和，各个部位正常运转，我们就是健康的、美丽的。而如果阴阳失调，任何一个方面缺乏或者太过，我们就会出现亚健康、疾病、早衰等各种症状。所以要想身体健康，保持阴阳平衡是最基础的条件。阴阳是自然界存在的基础，阴阳平衡是确保自然万物不受损害的根本，人类养生也必须以调和阴阳为基础。在人的身体中，阳主外，开发肌肤腠理；阴主内，游走于六腑，归藏于五脏，帮助身体吸收营养，排出糟粕。身体中的清阳之气上升，从眼、耳、口、鼻等孔窍而出；身体中的浊阴之气下降，以大小便的形式从二窍排出。阳升阴降，阴阳平衡，自然界就会和谐。对于人来说，就会身体健康，百病不侵。体内阳气不升反降，就会产生顽固不化的泄泻；体内阴气堵塞而不降，就会产生胃脘胀满类疾病。阳不升阴不降，阴阳失衡，自然界就会发生灾变，如海啸、地震等。对于人来说，就会生病。生命之气与自然界阴阳变化规律相近，只有顺应阴阳变化，调养精神，才能保证体内阴阳之气调和，确保身体不受邪气所伤。亚健康这个概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，那么什么样的身体状态是亚健康呢？按照医学界的说法，亚健康是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生理功能低下的状态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慢性疲劳综合症。因为其表现复杂多样，现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化诊断参数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你没有什么明显的病症，但又长时间处于以下的一种或几种状态中，就要注意亚健康已向你发出警报了。失眠、乏力、无食欲、易疲劳、心悸、抵抗力差、易激怒、经常性感冒或口腔溃疡、便秘等等。处在高度紧张工作、学习状态的人应当特别注意这些症状。亚健康状态下，人体虽然没有发病，但身体或器官中已经有危害因子或危害因素的存在，这些危害因子或危害因素就像是埋伏在人体中的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爆炸，或是潜伏在身体中的毒瘤，缓慢地侵害着机体，如不及时清除，就可导致发病。其实，亚健康和疾病都属于人体内部的阴阳失衡状态，只不过亚健康是轻度阴阳失衡，而疾病是重度的阴阳失衡。但是，如果身体内的阴阳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，就会从量变发展到质变，也就是说身体就会从亚健康状态转化成生病状态，这时候再加以调治，就有一定难度了。按中医的理论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，就是说在正常的状态下，如果阴阳处在一个很平衡的状态，即使遇见了大风大雨异常的气候变化，也不会得病。但如果外受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，内受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，让人体自身的正常状态被打破，这些伺机而动的致病因子达到一定数量时，就可能侵害人体健康了。而此时人体正处于亚健康状况，防御水平很低，没办法抵抗，自然就生病了。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亚健康了，
就一定要及时调整自己的阴阳平衡，使身体恢复到健康状态，防止疾病的发生。动养生和静养生是东方养生的两大法宝，各有利弊。按照周易的阴阳原理，动则生阳，静则生阴。比较而言，练动功的动则生阳，可以增强精力，提高工作效率；练静功的静则生阴，可以降低人体的消耗，人的寿命也相对较长。只静不动是错误的，只运动不知道好好休息就更不对了。正确的养生方法应该是动静相间，刚柔相济。这是因为神属阳，在生命活动中易于动而好散，难于清静内守，务须养之以静。形属阴，易静而难动，故养形以运动为贵。所以动以养形，静以养神，动静兼修，形神共养，才能使体内气血流畅，阴阳平衡，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。动养就是现代人普遍意义上的运动，包括跑、跳、走、爬、打球、游泳、骑车等。这些运动的特点是以锻炼肌肉和体力为主，在锻炼肌肉和体力的同时，人体内环境也得到了适当的锻炼。动养相对提升精力的效果比较大，经常做这些运动的人能让人感觉朝气蓬勃、精力充沛、充满力量的感觉。静养包括静坐、睡眠、闭目养神、打太极拳等。静养的目的在于通过精神、身体的休息，达到调节情绪、减低消耗、消除疲劳、恢复体能、排出有害因子、增强自我控制的目的。偏于动养还是偏于静养，应因人而异。阳虚者应以动养为主，但不可过于剧烈；阴虚者应以静养为主，但也必须配合动养。总的来说，腹围不大、血脂不高、胆固醇不高，没有这方面遗传因素的人，可以静养为主，动养为辅。反之，腹围大、血脂高、胆固醇高，有这方面遗传因素的人，就应以动养为主，静养为辅。对老年人而言，静比动更重要，让自己真正安静下来，比让自己真正动起来要难。很多老年人晨练时，以为只要拼命跑跳、运动剧烈就是最好的锻炼，这样显然错了。老年人运动不可骤起，不可骤停，以浑身微汗为锻炼适度的标准，过汗易伤阳气。不过，静养并不意味着终日生活在安静的环境中，更不是吃完饭就急着上床睡觉，或是窝在沙发里不动，而是要适当出去走走，多活动，以免器官组织都会衰退，抗病能力减弱。因此，老年人要适当进行一些运动，比如在家弄弄花草、打扫房间、搬花盆、换鱼缸水等活动，均能促进血液循环和细胞代谢。人体内阴阳平衡被打乱，会出现或寒或热的症状，热症又分为实热和虚热，寒症又分为阴虚和阳盛阴虚。可以理解为，阴阳平衡时，阴阳二气处于同一水平面上。热症中，实热症的表现为阳气偏多，所以需要清热；虚热症的表现则为阴气不足，需要补阴。寒症中，阴虚症的表现为阴气持续降低，而阳气没什么变化，只需要补阴即可。阳盛耗阴的表现则为阳气偏多而阴气不足，这就需要补足阴气的同时，把多余的阳气泄掉。最后，在补泻的顺序上，中医治病最注重整体，不仅力求驱除疾病，而且要求不能增加新病。所以针刺时，如果经脉之气一方虚弱，一方旺盛，必先补虚弱的精气，再泻旺盛的精气。阴经的邪气旺盛而阳经的正气虚弱时，应先用补法补足阳经的正气，再用泻法驱除阴经的邪气。而阴经的正气虚弱而阳经的邪气旺盛时，应先用补法补足阴经的正气，再用泻法驱除阳经的邪气，如此使阴阳之气得以调节至平衡。